93阅兵结束了，那一场真实的战争是不是也要开始了呢？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啊，你都应该问自己3个灵魂拷问：第一，那些花巨资打造的武器真的是对付美国的吗？有没有可能是对付自己人的？那他保卫到底是中国人民还是保卫中国共产党？你这个要心里有数。第二，如果说本次演习阅兵给了老习极大的信心，如果在老川任期内他要冒险武力犯台，您作为老百姓，孩子能不能不上战场，自己能不能做主？第三件事也是每个人切身利益，不要听那些人动不动国家安全，你能不能保证你孩子的器官安全？你能不能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4号。自从这93阅兵之后国内的媒体你简直就没法看了，全部把中国吹成了天下第一军。这美国吓尿了，什么日本改口了，什么德国跪了，好像是说现在他的武器是天下无敌了。当然了，这次也确实推出了一些世界领先的武器，比如说会拐弯的那些机动的导弹说一般的拦截系统拦不住它。还有说咱们这东风快递只要是地球任何地方都能给它送达了，不就是那些战略武器吗？还有一些反无人机武器我在这儿直接告诉你答案，花巨资打造的武器真的是对付美国吗？恰恰相反，我认99%是对付中国人自己的。因为很多人他转不过这个弯来。我在这给你举个例子在我们小时候，北方说那种脑子不灵光非常容易被忽悠的人东北叫做虎，这人特虎。到山东说这人叫彪子。北京话呢就是二，要按照我们苏州话讲，这就叫拎不清，哪头轻哪头重都拎不清。你想一下，中国的军费每年是17000亿人民币，这还是明面上的，实际有些科技经费什么环保经费什么安全经费都买成武器了，真实的费用应该超过2万亿。这么多钱，你以为是保护你的利益吗？恰恰相反，是保护你的敌人的利益的。因为中国老百姓某种程度上讲是共产党劫持的人质，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他打造了这天下第2的军事集团。他呢实际是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他的利益就是让你996给他纳税，他可以把大量的钱去大撒币，包括澳洲兰兰的劳斯莱斯和豪宅。这个制度叫做制度性压迫和掠夺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些导弹、核武器、电子战系统人家是党军而付费的是中国老百姓。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。那我们再说第2件事，这次阅兵相当成功。这个成功倒不是说阅兵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说阅兵它是一次服从性和忠诚度的实验。这个实验看还成功的，因为收视率比较高尤其是北方收视率比较高。第二他也找出了自己一些服从的忠诚者。你看，无论是参阅的部队还是那些合唱团，那感觉有没有红卫兵的那个架势？我们一切都是为领袖服务的，你说是手一挥，我们就跟着你打。而且你一定要清楚，这些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爪牙，而这个朝廷鹰犬与爪牙目标倒不是千里之外的美国，他恰恰是美国的代理人，就是周围谁是1450，谁是间谍。如果说老习发现有一天中国经济持续低迷，谁让他瞎折腾呢？失业率高的时候那就在内部找5%的敌人，模仿一下老毛，几亿人就斗成一块了。
短期内啊就能再延续个几年的统治，因为内斗的民族啊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。那在这次成功以后啊，老习也发现了打台湾啊这种代价他可以支付，因为在这儿和各位辟一个谣言吧，也是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。因为这么多年呢，海外媒体有一种论调说，解放军啊，除了贪污之外啊，是这个不堪一击。他在美国面前啊，只能是虚张声势，他是不敢打台湾的。在这儿呢，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如果继续执政，或者其他非川普的总统执政啊，还真能镇住中国，或者镇住老习。但现在他不一样了，现在是老川执政。给大家举个现实的例子，8月应该是8月初吧，他就说我给2周时间给这个普京，你必须跟他签成协议，如果不签协议的话呢，我要对你实行石油的2级制裁。2周过去了，最后俩人一见面又改2周了，这就4周1个月过去了。现在昨天他对外发布了啊，再给我几周时间。那几周时间这事就烂尾了呀，他不可能再真的解决什么问题。您看，如果美国是遇上这么一个总统，对于老习来说，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武力攻台的一个机会吗？因为在这儿呢，咱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啊，如果说你是老习，你不趁着这个机会把台湾拿下来吗？无非就是3大代价：第一个，人命伤亡；第二，花钱经济损失，既有着枪支弹药的耗品啊，也有国内经济受损的损失。第三个是国际声誉。第3个代价老习是向来也不看重。咱们先说第一个啊，吴东4州消耗了多少人命啊？是100万人啊，这里面有伤有亡的哈。那俄罗斯垮了吗？普京的执政地位动摇了吗？没有吧？你看乌东4州是台湾面积的3倍多，那你觉得攻台湾会损失100万吗？100万在老习眼里那算个这个吗？现在的青年失业率啊超过27%，具体的事儿他已经不公布了。总之数千万人失业的时候，上期节目我讲过了，可能是在3000万到5000万，这帮人没工作，你说你损失100万当炮灰了，有问题吗？他不能承受这个伤亡损失吗？这个你应该有答案，他可以啊。既然说人命他认为可以。第二个是经济损失，因为危邦不入，如果是中国和就是台湾真干起来，很多企业受损失，停工停产啊，汽油可能都管制了，一定是什么产能过剩或者是生产线直接停了，外资直接不给你发订单了。但那又怎样？因为经济的代价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，那是你民众支付的，共产党尤其是老习家族有啥影响？记得在2024年上半年有一段流言或者说是这个谣言吧，但是我感觉呢也八九不离十。老习说，大不了呢我们和美国翻脸，然后呢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你看朝鲜不也没垮吗？他做着这种梦了，你想一下，真的失业率飙升，打仗死了100多万人，经济损失非常高，他没问题因为民众可能会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对于他来讲，这劳斯莱斯照做呀，对吧？这警卫局的照做呀。你看现在这个金三炮，人家是坐着自己的专列来的，这专列上的设施小龙虾不照吃吗？洋酒不照喝吗？墨镜照戴吗？最先进的迈巴赫那个防弹车不是照做吗？有啥影响？所以你想呀，9000多万党员里，真正占据领导岗位的呢，可能是不到1000万人大小军、大小官员们，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啥影响，只要铁盘子他完全可以支付这个代价。那第3个代价就是国际声誉，你毕竟呢是武统了一个自治的一个岛屿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入侵吧。但他会对老百姓这么解释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，我把它给统一了，
这是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问题，党章里约定了，我应该把它统一。他最不在乎这个玩意儿。另外，他就想，8964的时候把坦克开上了天安门广场，压死了自己的学生，真正开枪打的学生，国际声誉是一落千丈。最后呢，那美国不是还得照样让我们入世了吗？不就过几年的事儿吗？另外，我想说一个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啊，咱们假设老习啊确实通过打台湾损失了100-200万人的人命啊，几万亿的这个经济损失，国际声誉一落千丈，3个代价他都支付了。但是他发现，我当一次这个罪人那又怎么样？我呢，下一代无论是接班人是他的太太彭啊，还是那个什么习明泽或者其他什么人，你接下来你可以玩2次改革开放嘛？你可以把我否定吗？有句话叫这个和珅跌倒是嘉庆吃饱，啥意思呢？谁用的和珅啊？乾隆啊！乾隆死了以后，他儿子把他打倒了，并没有否定他爸爸的功绩，反而认为什么呀？是你和珅你有错，你把我爸给蒙了啊！他是受蒙蔽的，他仍然是明君，我把你打倒了，我也是明君。当地的老百姓不还是照样鼓掌吗？山呼万岁吗？啊，皇上圣明吗？即使乾隆圣明，你嘉靖你也圣明，你把贪官打倒了，实际上你不认为这是他爹给他儿子一个大礼包吗？就是要把和珅给你，你把他打了，对吧？你那一帮钱收买一下民心呗。既然是老习，只要把台湾统过来了，死100-200万人啊，花那么多钱，他不在乎，他自己的接班人啊，完全可以什么呢？再次改革开放啊，那中国人民又得说，哎，又来个明君。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啊，因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呢，严重缺乏逻辑，有时候他就拎不清啊，也搞不清这个好赖人。最后，个人他的代价体现在哪儿呢？除了说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会当炮灰之外，因为真正打起仗来啊，现在是非常暴烈的，那无人机见人就轰啊，导弹是见人就轰，而且呢，即使说在短期内你把它打下来呢，你要治理呢，毕竟是1-2千万人的一个岛屿，治理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起义的力量，那就要靠人命去堆了啊，这个消耗是很大的。尤其是现在啊，俄罗斯在占领乌东4州期间的损失是远远大于他攻打下来。他攻打好像没有花多长时间，但占领的时候天天都在死人啊，都是1-2千人的死人。那你的孩子是否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？当然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经济凋敝的时候，你的房产跌到了30%，70%被跌没了，你能不能认同？对吧？如果实在不行啊，经济管制、粮食集中采购，每天就发你3包方便面，你认不认？最后啊，有相当多的人讲，国家强大了，那是共产党强大了，不是中国人民强大了，中国人民的敌人更强大了。相当人的说，有个昨天啊，不是普京也出来所谓的辟谣，我感觉是越描越黑啊，因为有些人在我节目留言说，老习关于器官移植这个事儿是他自己提起来的啊，不是这个上了那个普京的道。我给你澄清一下 ，BBC 啊把整体的录音啊都放出来了，对话内容啊，第一句话是老习说，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70岁啊，相当于婴儿期。说这话呢，按说没有什么大毛病，纯粹就是什么表达一下心情是吧？是普京这个家伙就着这个户把这个老谢带沟里去了，是他提出了叫器官移植、长生不老、越活越年轻这种不着调的话、扯裤子的事儿，还是他把老谢带进去了。最后老谢又讲到150岁啊，现在这150岁在国内都已经成敏感词了。你看吧，自己的阅兵啊，被自己的这个150岁直接搞砸了。那我就问你一下啊，老习一个人需要缺器官，他想活150岁，这5脏6腑要换几轮，可能3轮啊都打不住。你以为是他一个人需要这个东西吗？那你说一个市长、一个市委书记、一个区长，如果他自己想换，
他也想，既然党魁都这样，那凭啥我不可以呀？所以说这个需求啊，也可能是几百万，甚至几千万。如果几千万大小官员都想要换器官，那这需求量那就太大了，而中国人民啊，会势必成为这个巨大的人矿。所以，当有人在给你煽呼说：“哎，我是93阅兵，国家太厉害、太强盛了。”你先问一下，不要讲什么国家安全，你孩子的器官安全，你能不能保证？好吧，这个答案啊，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。再次感谢各位。好吧，欢迎打开您的小铃铛，咱们明天第一时间啊来聊大卫的节目。好，再见。